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好多朋友呢让我聊一聊关于央行的这个最新出来的数字货币。那我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我的一些分析和判断。那我大概呢会讲这么几点啊。第一点呢，我就说一说这个央行的数字货币出台的一个背景。大家要知道啊，任何的一个新鲜事物的出台啊，都有它的背景。那更何况这种数字货币啊，这种有可能会影响中国人财富存在形式的改革，它涉及到每一个人的钱袋子啊，可能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是每一个人也离不开的东西。所以第一点呢，一定要先了解它出台的一个大的背景。那第二点呢，我会跟大家聊一聊立场问题啊。什么叫立场问题啊？就是这个东西出台的，它究竟呢是为了老百姓有利啊，还是为了政府治理社会，或者说是政府管控社会的？那第三点呢，就是聊一聊我认为这个数字货币啊，可能对未来中国社会带来的一系列的深远的影响。好，那咱们先说第一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央行数字货币啊，它是从2014年就开始着手研究了啊，到现在呢，持续时间呢也已经5年多了。那整个期间呢，很少人有了解到央行推出这个数字货币的目的、进程啊，或者是影响。那央行官员呢自己也不会出来说啊，几乎呢你也听不到什么媒体的爆料啊，或者专家的分析啊，尤其是有深度的这种分析。那这个东西呢，可以说一直是还是挺神秘的啊。一直到了最近呢，就是最近这1-2个月啊，央行出来放风啊，央行出来宣布，首先会在这个苏州的相城区封闭测试。那同时呢，也很快啊，也应该就是这个月吧，就会在这个深圳啊，这个雄安啊，还有其他的几个地方啊，也会推出。那这个时候呢，大家才重视起来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是当央行这个宣布这个封闭测试的时候啊，基本这个东西呢就离成熟或者推出不远了啊。目前看来呢更是这样啊，尤其是在4个城市试点以后，我相信呢这个推快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好，那我们回到这个2014年啊，着手研究，当时它央行着手研究这个数字货币的这个起点。不知道大家当时还记不记得，在2013年发生的这个钱荒事件。当时在2013年啊年中时候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钱荒啊，就银行的这个隔夜间的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啊飙升到30%，也就是银行和银行之间呢互相借不到钱。那银行呢，大家知道是金融市场最大的金主啊，当银行之间都借不到钱的话，银行流动性骤然紧张的时候啊，那整个全社会的这个资金面就是非常非常紧张。那当时这个很多这个金融界人士啊，包括央行的官员啊，这个认为资金的紧缺状况啊，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那时间所限呢，这个钱荒的整个事件我就不带你们回顾了。如果想认真了解的朋友呢，我觉得可以自行搜索啊，相关的报道非常多。但我只是说啊，这个钱荒啊，2013年这个钱荒的冲击呢，确实非常严重啊。虽然它非常短暂，而且给中国金融体系呢也带来深远的影响啊，更是给央行呢敲醒了警钟。所以要知道，这个数字货币这个玩意儿啊，包括这个比特币啥的，这个在2014年呢，其实当时还没有火起来啊。那中国呢，关闭这个比特币交易场所呢，也是在2014年9月以后才发生的啊。但是央行呢开始着手这个数字货币的研究呢，啊，可是从2014年就开始了啊。所以这个背景呢，钱荒这个背景呢，啊，很多人都疏忽了。那在我看来呢，这个背景还是要重视啊。钱荒这个在2013年7月份啊，钱荒到达这个高峰时期，然后紧接着2014年，央行就着手启动了这个数字货币的研究啊。所以这个背景很重要，这是第一个背景。那第二个背景呢，大家就知道整个数字货币的研发啊，这2年呢速度肯定是加快了啊，尤其是这个到今年以来。那今年是什么情况呢？大家知道今年全球经济形势是异常严峻啊，这个时点是非常严峻的一种状况。那这个时候推出数字货币呢，那意义更加是非凡啊！这也是为什么普罗大众很多人这么关心这个央行数字货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大家都预感到啊，时代可能要发生一些剧烈的变化啊，经济情况呢也会发生一些剧烈的震荡。那最新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啊？他提出了这个6保啊，6保是新提出的。那是保居民就业啊，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还有保基层的运转啊。这个呢是在以前从未提出过的啊，以前呢都是提6稳啊，这个稳就业啊，稳预期啊，稳汇率这些。那我想就是大家也能够理解啊，这6保字里行间背后的这种分量和意义啊，因为这6个保呢，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和基础的一些东西啊，不管是就业、民生还是市场的主体啊，所以保市场主体就是保这些企业、中小企业不要破产啊，包括保粮食和能源安全，还有保这种供应链的稳定啊，保基层运转。可以说6保每个保都非常重要。
那接着往下说啊，中国目前的这个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啊，可以说已经是相互交织啊。你保实体其实就是保金融，保金融呢也是保实体。那我们再来看看中国金融体系现在的情况啊。中国呢这些年的放水啊、印钱啊，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啊。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央行的这个放水呢，它其实是要通过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才能实现的。那大家知道，今年1季度的这个社融啊，也就是社会融资规模高达11万亿啊，3月的这个融资规模呢，更是超过5万亿，而 M2 呢也已经达到了208万亿。那这个过程中呢，大部分的人呢是在担忧这个钱印的太多啊，怕钱不值钱，钱这个怕通胀。但是我告诉你呢，中央银行最担心的是什么啊？他最担心的是这个信贷扩张的太快啊，实体企业的负债呢压力太大，同时呢，银行的坏账呢也增加的越来越多。那整个银行体系的这种稳定性啊，就在变得脆弱啊，这是真正当局在担心的东西，和我们老百姓担心呢其实不一样。那讲到这儿呢，我必须就是说给你们介绍个概念啊，简单说一下，就这种银行体系的这种脆弱性在哪里。那大家知道啊，这个银行它是有杠杆的，那这个杠杆呢啊，主要就体现在这个存款准备金率。那目前的中国这个整个银行体系的存款准备金率啊，就是通过多次降准啊，18年的4次降准，19年的3次降准，包括2020年的这3次降准。那大型、中型、小型银行综合起来的这个存款准备金率呢，已经降到了10%啊，可以说是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啊。那我假设一下，就是比如说有20万亿的这种基础货币啊，那理论上呢，通过商业银行信贷体系的扩张啊，最大呢它可以达到200万亿的这个货币扩张啊。当然这是个粗略的一个例子。总体来讲呢，就是你可以理解啊，央行通过降准啊，它可以放大这种杠杆啊，可以放大这种银行的这种信贷规模。那你看中国央行的这个每次的降准政策啊，它通过给商业银行带来这种基础货币以后啊，带来信贷扩张的这个弹药。那背后呢，就是你像今年1季度这11万亿的这个社融规模，其实就背后就是因为今年的3次降准所推动的啊。就是说，如果没有央行的这种多次降准，那商业银行也不可能1季度就释放出来这么大的信贷规模啊，这么大的融资规模。那我说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啊，它是随着这个杠杆的不断增大而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的啊。就是我们以前老举例子啊，说这个10个锅啊8个盖啊，那到了今天呢，中国这个银行体系可能是比如说10个锅啊4个盖3个盖，就是它这个体系呢变得稳定性变差了啊。这个就是有杠杆，大家能理解，有杠杆的东西呢就比较脆弱。那如果外部经济环境呢这个时候有大的变化，就很容易会冲击到中国金融体系的这种稳定性。那数字货币呢恰好是在这个时候横空出世啊，我觉得它很大的一个使命呢，就是要为这个中国金融体系啊，如果受到冲击，它做一个准备。那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变大了啊，结合我前面给大家讲的这个13年发生的钱荒啊，其实钱荒说白了不就是这个，就是银行间之间，就是银行与银行之间的一种挤兑嘛。那数字货币呢啊，那替代的是这个 M0啊，也就是流通中的现金啊。所以说这个对啊，这个我就不能再说的就更透彻了，大家自己去理解啊。那第二个背景呢，就是啊，我再讲讲第二个背景啊，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这个在19年，当时包商银行爆发了这个中小银行的一系列的暴雷事件啊，包括2家城商行的这个农商行的挤兑事件啊，就是这个伊川农商银行和这个沿海营口银行。那这个呢，我在之前的一期节目中也讲过啊，大家可以回看。包括呢，今年这个就上个月啊，可能这个甘肃银行也遭到了一定的这种挤兑啊，这也是一个大的背景啊，就是中小银行的这个脆弱性在增加啊，中小银行的这种稳定性在变差。那第三个背景呢，就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就是在19年当时11月份有一个大额现金管理制度啊，我估计很多人都快忘了这个东西了。那在2019年11月呢，在河北省、浙江省和深圳市，它试行了大额现金管理制度。啊，它这个对公账户呢，起点是50万，对私呢，河北省是10万，浙江是30万，啊，深圳是20万，啊，它也不是说不让你取大额现金的，只不过你取大额现金的时候你要登记啊，登记你取的目的啊，一系列的这个程序啊，包括信息的披露啊，总之呢，对这个大额现金呢啊进行了比较严格的这种管理。那通过这3个背景呢，啊，我相信呢，聪明人能看出来啊，这还是央行下的比较大的一盘棋啊。一方面呢，它限制大额现金的交易啊，通过这个大额现金管理制度，将来慢慢的推开。那另一方面呢，它通过央行的数字货币去替代这个社会中流通的现金交易
那你再结合央行自己说的话，央行是讲要加强这个顶层设计啊，坚定不移推进数字货币的研发。那大家想一下，这个顶层设计，那绝不是原有金融体系上的这种小修小补啊。好了，上面说了这么多呢，就是想告诉你啊，这个是一盘挺大的一盘棋啊，肯定是一盘大棋，而且谋划了5-6年之久的一个顶层设计。那数字货币出台的背景里面呢，啊，包含了我刚才给大家讲的2013年的钱荒啊，包括现在严峻的经济形势啊，包括了这个中小银行体系的脆弱性，还包含了啊大额现金管理制度的出台啊，所以这一系列的背景，你把它联合起来、结合起来看，你才能理解啊，或者才能够明白这个央行数字货币出台的一些意义和真正的目的。好，背景讲清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它的这个立场啊，就是数字货币的立场啊。那目前来说呢，普通老百姓现在其实不管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啊，还是网上银行转账、汇款或者购买理财产品，其实各种功能呢，基本已经可以说是应有尽有。那你看这个数字货币的4项功能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图。那它包括扫码支付、汇款、收付款和碰一碰。那哪项你认为是比较吸引你的呢？或者是能给你带来更多便利性的啊？说实话啊，除了这个碰一碰，就是这个离线支付功能以外，其他的微信、支付宝的都有功能，而且这个功能还远比它丰富。那至于这个离线的碰一碰呢，我相信现在大家手机基本都有网络啊，一般就是没有网络的情况很少。那除非你手机没电了。那我觉得整个数字货币这个东西的立场啊，刚才我之前刚开始就讲过，我说立场这个东西到底是对啊普通人、对老百姓有利，还是对政府的监管控制有利？那整个这个数字货币其实是整个这个立场呢啊，绝不是为了你普通老百姓用的爽啊、用的好或者用的舒服，那更加呢可能是为了政府的这种监管的便利啊，或者是控制的便利。那这个东西，这个立场说白了就是老百姓你是被动啊，政府呢啊，包括央行呢，它在这里面是主动布局，是下棋的。那央行的发言人出来说，他说这个数字货币呢有利于反腐败、反洗钱和反恐怖的打击工作啊，没错，这肯定是其中的能实现的一个功能啊，它是能实现的。但是这个数字货币真正能实现的更多的功能呢，肯定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啊，否则也不叫顶层设计了。那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说最后啊第3点啊，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讲一讲它可能这个央行的数字货币呢，它可能会给社会啊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首先第一个呢，最直接的影响啊，也就是上面啊，也就是宣传里面这个央行数字货币里面官方它宣传的达到的这种影响，就是逐渐替代社会中流通的现金 M0啊。那这里呢，我还要解释一下，就是什么是 M0、M1、M2啊，只能粗略的解释一下。那 M0呢，就是社会中流通的现金啊，就是这种真正的钞票、现钞，对吧？你拿着东西去买啊、买东西啊，或者怎么样，包括企业手里面的，包括居民手里面的。那 M1 呢是流通中的现金啊，再加上单位的活期存款。那 M2 呢是 M1 再加上这个居民储蓄啊，不管是居民的活期储蓄还是定期储蓄，然后再加上单位的定期存款啊，大概呢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大概如果想就是真正理解就是 M0、M1、M2 更透彻一点的话，大家自己去检索一下、搜索一下啊。我在上面讲这个央行推出数字货币的大背景的时候呢，啊，我就刚才讲到，我说随着这个存款准备金率的不断降低啊，这个银行信贷的不断扩张啊，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这种放水印钱，那金融系统尤其是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呢变得越来越差。就如果一旦再次出现13年类似的钱荒事件啊，或者是类似零星的这种出现了中小银行的这种挤兑事件，那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的。那中小银行的这种零星的挤兑事件呢，我刚才也说了啊，从去年下半年啊，有些这种城商行和农商行，包括今天最近的这个甘肃银行啊，都有报道啊，都有发生。那其实大家已经能感知到这个中小银行的这种脆弱性在变大啊，稍有风吹草动呢，就很容易引发这种民众的恐慌。所以大家现在也发现了，就是政府目前对现金的管理呢啊越来越严格啊，不管是出台的刚才我讲的这个大额现金管理制度啊，还是这次的央行的数字货币，它的矛头呢啊，大家发现它都直指流通中的现金啊，也就是你可以想一下，央行为什么这么讨厌或者仇恨啊这个现金呢？啊，那央行数字货币出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啊，其实大家应该能感知到了，这个时候对吧？我就不直说了，其实笼统的说呢。啊，我其实就是可以告诉你，就是为了防止金融体系啊，尤其是银行体系的这种系统性风险，对吧？这个现金呢，啊，总的来讲呢，是将来会越来越少
或者是越来越不那么像以前用的那么顺畅不管是这个大额现金管理制度，还是央行的数字货币大家仔细感受一下，它都是矛头都是指向现金的，都是想消灭社会中流通的现金的。好了，这是央行数字货币的第一个影响你也可以说是它的目的。那第二个影响呢，就是它可以追踪所有人的一切消费行为的轨迹只要他想。那央行呢，在官方它宣传讲这个可控匿名就是官方的解释呢，是在数字货币交易时，交易双方可以是匿名的公众的隐私呢可以得到保护。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但是，就是在开展反洗钱、反恐怖和反逃税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仍然可以追溯到真实的交易对象。那这句话呢，其实就是告诉你，它不是央行呢能不能追踪或者追溯到你的一切交易行为，而是它到底想不想它有这个能力。至于它行不行使，决定权呢在于央行而不在于你普通的老百姓，对吧？第三个影响呢就是这个央行的数字货币它全面推开以后，不排除呢会有一波像印度一样的这个废钞运动大家知道印度在前几年搞了一波这个废钞运动就是废弃旧钞换成新钞他当时打出来的这个目的和口号也是说消除反腐败消除一些黑钱一些反恐怖主义这些目的那央行数字货币如果全面推开以后呢它不排除呢它也想进行一个废钞运动也就是彻底清理社会中流通的现金它可以给定你一个期限，然后要求你在这个期限之前呢，将手中的现金全部按照一定比例兑换成央行的数字货币如果真的是实施这一条的话，对有些黑钱脏钱、腐败的钱的影响非常之大你想，如果去兑换呢，你就有可能暴露身份被抓捕。那如果你不去兑换呢，你这个手中的现金呢，有可能变成一堆废纸这个对于普通老百姓呢我觉得影响不是太大因为平时大家身上已经没有多少现金了基本都是网上支付或者微信、支付宝这是第三个影响就是第三个影响就是可能这个央行可能将来会推行将数字货币全部取代这个流通中的现金。那第四个影响呢，就是它有利于更好的这种外汇管制就在现有的货币制度下呢，中国虽然有着这种严苛的外汇管制制度尤其是从2017年以后这个外汇管制越来越严格，但其实呢，透过各种地下钱庄各种换汇的这种黑市还是广泛的存在很多的人呢还是将钱有办法去转移到海外。那将来如果普遍实行数字货币以后那我相信这个外汇的管控呢也会更加严格。那还有最后一个影响呢，就是所谓顶层设计它肯定是有很多的弹性和延展性的就是说它有很多的这种适用于极端情况的一种弹性和延展性，就是它不是很僵化的一个东西它有可能会在特定的时期或者比较极端的情况下，它有延伸的能力有变形的能力。那假设如果未来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就是市场机制失灵，比如就像1929年这种大萧条一样当时这个大萧条的时候，大家也知道美国被迫推行了这个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推行凯恩斯主义，为了刺激经济，而日本和德国呢，他们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这种国家社会主义走向了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那货币的数字的这种推行呢，它可以更好的为这种特殊时期的这种经济进行服务你可以说它是计划经济或者是管制经济。那它可以每天呢设定你每个人消费多少或者消费哪些东西，都可以通过数字货币进行非常良好的控制。那就像这次武汉特殊时期每个人可能会限购食品限购口罩限购一些医疗物资有方方面面限购，对吧？那如果数字货币推行以后呢，它可以实现非常精准的这种控制那其实说白了就是控制了货币也就是控制了人们的衣食住行也就实现了其实控制了人的行为所以货币呢确实是非常人类社会中非常本质的一个东西。好了，上面呢就是我给大家简单推演的这个数字货币可能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数字货币呢是央行的顶层设计也是中国社会的一盘大棋。那未来呢，我相信我们会见证这一巨大变化时刻的来临。那每个人的生活呢，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让我们拭目以待。最后我想说一下就是群众呢，之所以称为这个不明真相的群众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你没有太大的知情权那当局呢，他是不会告诉你出台这个政策
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啊，或者这个工具为的什么。那群众呢，当然这个时候只能成为不明真相的群众。那在政府呢他现在正在构建这个新的数字货币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将来它可以追踪每一分钱的流向和交易的这种细节的很多的信息那我也不想恶意揣测过度揣测政府的用意但我想说的是政府它保留了管制所有一切的能力和权利它不在于说它能不能做这个事情，而在于它想不想做这个事情。好了，这就是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呢对大家有所启示，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